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白岩轩回国，我丈夫推掉会议去接。我知道白岩轩私下与我丈夫私会，我也知道，我深知魏子卓不爱我，而我也不需要他爱。比起他那廉价的爱，我更喜欢无人管的自由生活。子卓今天怎么舍得回来？魏子卓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沙发敷着面膜追剧。婉婉，魏子卓扭扭捏捏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我最烦他这性子，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。婉婉，严轩回来了啊！我知道她现在怀孕了，所以我想咱们还是离婚吧。不过你放心，钱财方面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魏子卓把心里话说出来，松了口气。哦，行，你定个时间呗，咱们去把手续办了。我看着这剧，总觉着这男女主在一起的速度太快了些。魏子卓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不知道，离开之前告诉我，明早8点去民政局。我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着办完手续恢复单身呢。可惜还没等我出门，就收到了婆婆的电话。呜呜，婉婉，你快来医院一趟，子卓不行了。什么？我挂了电话，直冲医院。紧赶慢赶，还是去晚了。到的时候，只听到婆婆跟小姑子的哭声。魏子卓出殡当日，我站在墓前看着她的遗照失神。婆婆看我那副不服就要倒的模样，更心疼了。婉婉，子卓人都走了，你得撑下去啊！呜，我苦命的孩子，我的好儿媳呀！妈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子卓才20多岁啊！妈，我抱着婆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墓地回荡着我们娘俩的哭声。可惜来了位不速之客。白岩轩挺着大肚子，一身素白连衣裙，苍白着一张脸，哭红肿的眼睛。见到婆婆，冲她走了过去。伯母，子卓怎么会这么突然？一个女人独自一人大着肚子参加一位有家室男人的葬礼，她的出现令来参加葬礼的都嗅到了八卦的味道，纷纷等着看好戏。您是哪位？跟子卓很熟吗？我红着眼睛看着他，心里猜到了他的身份。姐姐，我是白岩轩，子卓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。白岩轩低着头，满脸温柔地抚摸着隆起的肚子。我抱着婆婆的手逐渐收紧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你血口喷人，你个姑娘家，这般不知廉耻。我的丈夫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不会的。逼宫，呵，你再活个20年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姐姐，我没骗你，我跟子卓在他结婚之前就在一起了，因为双方父母不同意，子卓又订了婚，我便出国了。我回国之后也是子卓来找我的。白岩轩缩着头捂着肚子，那副生怕我对他动手的模样。他这话说得好有水平，我这原配反倒是成了破坏他俩感情的恶人。白岩轩，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，我只认婉婉一个儿媳，你哪来的回哪里去。婆婆抱住我，连看一眼白岩儿都不愿意。伯母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肚子里的毕竟是魏子卓的孩子啊。白岩轩跌坐在地上，两眼泪汪汪的，活像是我们欺负他一样。要是身边没人扶，应该都倒在这了。挺个大肚子就是我儿的孩子了，我儿子最听我儿媳妇的话了，他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的。白岩轩抽泣着向旁边倒去。妈，子卓是不会背叛我的。妈，说完我就闭眼朝着后面倒去。婉婉，婉婉呐！婆婆抱住我，招呼着来人帮忙。小姑子忍不了了，指着白岩轩骂道：“给你脸，你怎么就不要呢？就算不为你积点德，也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呀！我哥都有我嫂子了，还能眼瞎得看上你？该说不说，这小姑子平时没白疼，有事儿是真上啊！
白岩轩那天被我小姑子骂了个没脸，消停了几天。至于他肚子里的孩子，80%是魏子卓的种，他妄想一脚踢开我，与魏子卓结婚。可惜呀，老天都看不下去，收了他。我近日住在婆婆家，她怕我在家里害怕，便把我接过来了。再见到白岩轩，是我下班回来，他站在门口，连门都没进去。姐姐，那日的事儿是我不好，我没想过要给你们添麻烦的。我就是不知道该对这个孩子怎么办。白岩轩见我回来，拦住我的去路，让我想装作看不见他都不行。进来说吧。白岩轩跟我进了屋，婆婆见到他脸色不好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倒了杯水递给他。伯母，姐姐，我想留下这孩子，这毕竟是魏子卓唯一的孩子。白岩轩看向婆婆，压根不想理会我。婆婆冷哼一声道：“这孩子你生就生，跟我们魏家有什么关系？轮得到你来这说？白岩轩，你说你肚子里是我丈夫的血脉，那么我请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的？他出事那日是不是也跟你在一起？我打电话给公司，秘书告诉我，那日他根本没去上班。”我背靠着靠椅，等待白岩轩的回答。我没有，我那日没跟他在一起，是他说要与你离婚的。白岩轩没想到我会问这个，脸色瞬间失去血色。要与我离婚？呵，好得很，现在人已经去了，你也没法证明这就是我丈夫的孩子。白岩轩，你真够不要脸的，那日骂你是不没听够，今天还有胆子上我家来，真以为你大着肚子我不敢打你呀？小姑子正好下班回来，跟白牙儿撞了个正着。宁宇，你先别急，听他把话说完。小姑子的脾性我还是了解的，要是不拦着点他就一把把白岩轩赶出去了。嫂子，你向着他说话干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他之前对我哥？魏宁宇话说到一半，突然想到什么，闭上了嘴。我婆婆起身拉着魏宁宇，生怕他多说些什么。不过他们越这样，我越好奇，白岩轩跟魏子卓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婆婆跟宁宇隐瞒着什么？有什么事情是不想让我知道的？姐姐，我不想跟你争什么，只是现在这孩子已经成型，快7个月了，我自己没有工作，生下他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维持不了。姐姐，这孩子无论怎么说也是魏家的长孙，我想把他留在魏家。我沉默了片刻，观察婆婆跟小姑子的反应。宁宇的表情还是那般，可婆婆的表情带着复杂，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。妈，你怎么看？这要真如她所说的那般，是魏子卓的孩子，您怎么打算？养个孩子对我来说不是个难事，不过是家里多添双筷子的事。可这孩子的母亲人品不端，以后很难不拿着孩子来威胁我。我不希望给自己留个祸害，索性把难题交给婆婆。婉婉，你自己决定就好。我不解，这是他们魏家的孩子，不都说隔辈亲吗？当初魏子卓在世的时候，经常催促我们要个孩子，可如今孩子有了，为什么看他却完全不在意的样子？白小姐，这孩子如果是子卓的，你生下来，我给你一笔钱，这孩子交给我以后不要再见他了。好，白岩轩答应得很痛快。不过，白小姐，我觉着我们应该写份协议，毕竟以后的事情我们谁都说不准呢。他答应得太痛快了，绝对有诈。白岩轩写下协议，签了字，按了手印。我给他解决了吃住问题，雇了个护工好好照顾他，毕竟肚子里还揣着我的好大儿呢。妈，这白岩轩之前都做什么了？连宁宇都这么讨厌他。我陪着婆婆刷盘子，出声询问道。婆婆刷盘子的手一愣，嗨，当初这姓白的
跟子卓在一起之后，朝三暮四，身边的男人可不少。最后他俩到底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出国了。婆婆含糊其辞，我听得满头雾水。他们绝对有事情瞒着我。既然从婆婆这听不到什么，那只能从宁宇那下手。我帮白岩轩解决了一切，便没有去看他。要是在我见他的时候出点意外，那我就算长10张嘴都说不清。2月过去，我一趟都没去过，直到我接到了护工的电话：楚小姐，白小姐肚子疼得不行，我给她送医院来了，现在正抢救呢，您快过来吧。我扔下手机，带着婆婆就去医院。婆婆一路上都很镇定，反倒是我焦急的一批。好不容易有个大冤种愿意遭罪给我生孩子，让我养着玩的，可千万别出事啊！到了医院，正巧医生从抢救室出来，谁是家属？孩子长时间缺氧，没抢救过来。大人除了有些虚弱，其他没什么问题，再观察一会儿就可以送到病房。我扶着婆婆，明显感觉她松了口气。我给了护工1000块钱，让他帮忙照顾照顾。刚回家，还没等我躺下呢，护工给我打来电话：楚小姐，你快来吧，白小姐醒了，知道孩子没保住，闹着要自杀呢。没办法，拿着手机，我又去了医院。病房里，白岩轩手拿水果刀就要往自己手腕上割，医生护士在旁劝说，却不敢靠近。他见到我来，刀尖指向我，怒道：姓楚的，你好狠的心啊，那可是一条人命啊，你为了报复我冲我来呀，对个孩子下手算什么本事？我都说了，孩子给你养，从此我再也不见他。可你呢，杀了我的孩子，子卓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恶毒的女人？我要你给我孩子陪葬！我他妈的招谁惹谁了？怪我！你才瞎了眼！你先把刀放下！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不等你自杀，你那身体都会送你下去。不急于一时，白岩轩跟疯了一样，可产后的麻药劲儿还未全过，他能做的只能是瞪着我。你就是嫉妒，嫉妒子卓爱我，你这个可悲的女人！呵，嫉妒你，嫉妒你什么？要钱没钱，要工作没工作，要男人没男人。这娘们脑子好像不大好。你知道为子卓要与你离婚，你把他害死还不算，还要害死他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肉。楚婉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恶毒的女人？你这样的人就该死无葬身之地。白岩轩的眼神恨不得刀了我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无视周边一众看热闹的视线。白岩轩，你是真脑残！我看着死去那人的面子，给你几分脸面，给了你生活的保证，就因为你肚子里的是我丈夫唯一的血脉，我为了他，同时也为了你。你自己脑子不好，认识所有人都是害你的。你这么爱他，那怎么不下去陪他呀？你去陪他，我还要谢谢你满足我丈夫的需求呢。放心，每年逢年过节，不会少给你们烧纸的。白岩轩的眼泪都流出来，听到这话，不知该怎么反驳。我走到白岩轩面前，拎起桌上最新款的包包。白岩轩，这包是魏子卓给你买的吧？你知不知道，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，都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我是有权要回来的。白岩轩，没人知道你做了小三，我也从来没在外人面前贬低你，是你自己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做了小三，你还想说什么呀？我气急了，我才是受害人啊！他抢了别人的老公，有什么不甘心的？也是他倒霉，找了个命短的金主。你强词夺理，我说不过你，可你害死魏子卓的唯一血脉，就不怕午夜梦回他来找你算账吗？白岩轩猛地拿起桌上的水杯砸在我身上，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他来找我报仇，你怎么不怕我刨了他的坟呢？
他要想在下面过得好，还得靠我这位正妻给他烧纸钱呢。白岩轩，你真可怜，这种话还好意思说出口？都不知道他肚子里这孩子是谁的，还妄想冤枉我，真是可笑，太可笑了。你在这好好住着吧，等你出院，你与魏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。我拿着包，脚步轻快地离开医院。毕竟，我也不想平白无故多养了孩子，说不定成人之后还反捅我一刀。白岩轩孩子掉了的事儿，我告诉了婆婆。婆婆对此除了有些惋惜，却也没有说些什么。我却因为白岩轩好好的出了次名，她直播诉说自己的苦，明明自己是原配，却因为我的插足导致他们分手，又因为我的原因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，男人也没了，给她留的财产也全都被我拿走了。一夜之间，她成了受害者，而我成了心狠手辣的小三。不少大 V 转发他的视频，我彻彻底底火了。不少人肉到我的工作单位和家庭，那段时间真让我感受到了网暴的滋味，还真让我有些为难。这段时间，白岩轩过得倒是春风得意，我这段时间躲到别的城市，热度一天比一天高，被骂的是一天比一天惨。婆婆和小姑子时常给我打电话，生怕我被骂得想不开，可我该吃吃该喝喝，心态好得很。我倒是想看看这个白岩轩能掀起什么风浪，而我也没闲着。自从上次婆婆敷衍我的问题，我就知道他们之间有事情，私下派人去查，只要个真相。魏家条件很好，他俩在感情最好的时候分开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而我的家庭条件很一般，还不如白岩轩，又为什么选中我当儿媳？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位置暴露了出来。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我的照片和信息，评论区骂得更狠了，说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女人，说不定魏子卓的死就是我一手策划的。这下可好，我不仅成了恶毒的女人，还成了杀人犯。公安局官方号的评论区一群人在说，要好好查查我，老公刚死就急着火化，这中间绝对有事情。而舆论闹得越来越大，公安局请我去喝了好几次茶。楚小姐，当初你老公魏子卓发生意外，你为什么那么快就将他火化？为什么连一点悲伤的感觉都没有？我坐在审讯室，面前摆着一杯茶。警官，我跟我老公早就没有感情了，属于相看两相厌。至于他去世，这完全就是个意外。我作为一个要被扫地出门的女人，还要为他哭吗？你就没有半点悲伤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也跟你生活了这么久，况且他死之后，名下所有财产都是你的，这些很让人联想的，不是吗？警官，肇事凶手不是已经被抓到了吗？与其问我，不如试试撬开他的嘴，看看是谁让他2天不睡，疲劳驾驶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？毕竟死的是我老公，虽然他不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是我还是会问一下的，这很难理解吗？没有证据，我被关了24小时就被放了出来。我知道现在种种证据都在指向我，我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，毕竟现在刚过上好日子，怎么舍得就这么拱手让人呢？对于网友的指控，警察没证据，拿我没办法。况且现在尸体已经成一捧灰了，还能在一堆骨头渣子里找到什么线索？婆婆最近电话给我打得过于勤了，从我被放出来之后，电话不断，多的时候一天打2个电话，都是唠些琐碎的家常。可我还觉着很怪，之前她可没有那么多话，这是怎么了？白岩轩还是每天直播卖惨，希望广大网友能帮助他打倒我这个抢人老公的杀人犯。我每天看着他的直播，
总觉着背后有一双手操控着这一切。他恨我打碎了他的豪门梦，这我可以理解，但他现在所做的，都像是有人帮他铺好了路，写好了剧本，只等他演出那个可怜的受害人。最近白岩轩直播的越来越勤了，恨不得24小时都在线，还在直播中说道，前几天那个女人被警察带走了，可不到1个晚上就被放了出来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躲过的警察。此话一出，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，还有很多人去官方下问，为什么把我放出来，而不是死刑。白岩轩也靠着直播赚得盆满钵满，就在我用小号看他直播这半个小时，数不清多少礼物特效在屏幕上炸开。而他也凭借着楚楚可怜的人设冲进直播榜前5。我靠着私家侦探掌握到不少白岩轩的花边新闻，看着白岩轩是因为欠钱才出的国，而在国外玩得更嗨，跟各种肤色的男人贴身热舞。而这些并不能作为证据，毕竟这是好几年的事，很有可能被他倒打一耙。我订了最近的车票，回到了婆婆家。婆婆开门见到我，脸上闪过一丝意外。婉婉，你回来了，快进屋，这些天受苦了。跟我说着话，脚步飞快地走到客厅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在联想之前她的反常，总觉着她有事情瞒着我，而这件事不是跟我有关系，就是跟魏子卓有关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我换上拖鞋，跟在婆婆身后。这些天你受苦了，今天妈给你做好吃的，好好补一补。这个白岩轩，我早知道她是个祸害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心思这么深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子卓也是的，怎么招惹了这么个人？婆婆对白岩轩是1000个10000个的看不上。妈，没事，子卓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不在意，人都成灰了，还在意有什么劲儿啊？妈知道不该提白岩轩的，可妈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女人之前就不让我们好过，现在日子刚过好点，又来掺和。要不是因为她，子卓也不能这么年轻就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婆婆说着说着，眼泪在眼里打转，转过头擦掉眼泪。妈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。我们这活在世上的人都应该往前看，况且子卓要知道你这样也会伤心的。我抱着婆婆，轻声安慰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去给你倒杯茶。”婆婆低声抽泣着，起身要往厨房去，路过卧室，像是不经意地把门关上。我看着那间关上的门，又看了看婆婆，婆婆究竟在隐藏着什么？从那天开始，我干脆住在家了，工作也不去了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婆婆看我真打算就这么一直闲鱼懒得翻身搬过去，几次三番的劝我。网上的热度降了很多，你没事出去走一走，逛一逛，散散心，这么在家待，别憋坏了。没事，妈，出去了自己一个人也是伤心，在家我还能陪陪你，不是吗？见我这么说，婆婆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只能每天找理由让我下楼，要么是取快递，要么是去超市。有一天我忘记带门禁卡，走到一半折返回家中，在门口听到婆婆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：“又要钱，从出事到现在我给你不下100万了，你还要？你也太贪心了，我现在没钱，威胁我。好啊，你去啊，到不了鱼死网破都别落个好下场，要钱也得等等吧，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。行，最后给你10万，然后拿着钱给我滚蛋。”我听得一头雾水，婆婆小金库怎么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呢？平时给我买衣服首饰都是大把大把的买，从来不考虑价格的。电话里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威胁婆婆？我满脸疑惑地走了，连门禁卡都没取，
最后心不在焉的，酱油让我买成了陈醋。婆婆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。反观一直在我眼前晃荡的白岩轩消失了，一点预告都没有地消失了。账号不更新也不直播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完全没有这个人的消息。而我的生活又恢复平静。可如今这表面的平静是真的平静吗？过了3天，我在家中看网上关于我的评论，这是过了不过小半个月，网上的恶评就像是被洗刷干净了一样，全都消失不见了，就连之前的报道也都消失不见。我搜索了下我的名字，没有，就连白岩轩的账号也都被官方封掉。我处于疑惑中，丝毫没有发现婆婆站在我身后。网上这些有什么可看的？都过去了，天天的奇闻异事多得很，他们早都忘记了。你别想太多，我订了明天的机票，咱们娘俩可是好久都没出去旅游了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，放松一下。婆婆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靠到我耳边说道，可不知道为何，这和平时一样的语调，今天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妹妹不去吗？我想到小姑子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。她不去，她最近不知道去哪里疯去了。咱们娘俩玩咱们的，不用管她。妈去给你收拾行李，你就别动了，继续玩吧。我总感觉事情不对，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当天晚上翻来覆去也没睡个安稳觉。第二天老早，婆婆就来叫我起床，说来不及了，要赶紧去机场赶飞机。我睡得蒙蒙的，被人从床上薅起来。等完全精神时，人已经在去赶往机场的车上了。婉婉，你接着睡，等到了机场我叫你。都怪我，忘记定闹钟了，不然时间也不会这么赶。不知行驶了多久，今天的天气不是很热，司机握着方向盘的双手汗流不止。师傅，你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实在怀疑这司机还能不能把我们送到机场。没事没事，我这是老毛病了，汗腺发达，这改不了，不耽误不耽误。司机赶紧回答道。婉婉，你睡吧，没事的，小心。就在我刚要闭眼睛休息时，眼神被左侧的面包车吓得浑身颤抖。砰！我的思绪一阵混乱，脑子很沉，好多小时候想不起来的事情，现在就像走马观花般，在我面前又重新过了一遍。直到警铃响起，婆婆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，我还是没撑住，闭上了眼睛。新闻播报了这场车祸，同时也再次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，说我死有余辜，手上有人命，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想办法收了我。魏家半年内办了2次丧事，殡仪馆里的亲朋好友，不过大多数都是婆婆认识的，都来送我一程。婆婆捧着我的相框，坐在地上毫无形象地哭。婉婉啊，我苦命的媳妇啊，妈就剩你了呀，你怎么还走在我前面去了？老姐姐，可别哭了。婉婉跟子卓这回相见了，他们2个人在底下互相照顾，你别太伤心了。是啊是啊。我走到殡仪馆门口，恰巧听到这么一句：婆婆，您老人家是真的想我吗？我推门而入，把四周惊恐的视线收入眼底。我迈着高跟鞋走到婆婆面前，把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婆婆扶了起来。各位，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追悼会。不过这追悼会开得早了点，想不到我才20多岁还能参加自己的追悼会。婉婉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婆婆瞪大了眼睛，双手止不得颤抖，眼底满是惊恐，像是看到鬼一样。妈，你刚才不是还说想我呢吗？眼下我站在你面前了，你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？为了今天能够参加自己的追悼会，特意买了一身红裙子。你，我，
婆婆被我吓得语无伦次。婉婉，哪有你这样的？不像话！你婆婆这么伤心，你还吓她？要是吓出个好歹来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那她害我的时候怎么不怕呢？午夜梦回，不知道白岩轩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没有在你床边哭啊？我看着眼前这个打扮精致的老太太，恨不得撕掉她脸上那张虚伪的面具。不，我没有，她不是我害的，是她自己，是她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，不能怪我。婆婆听到白岩轩的名字，眼睛里的恐惧愈来愈盛。我拿出手包中的 U 盘，递给了工作人员。那 U 盘里是白岩轩跟他发生冲突，被推到海里的视频。这视频还是靠那位私家侦探才能得到的，也让我知道自己敬爱的婆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关上，快关上！婆婆见情况不妙，想要挡住屏幕，可屏幕中婆婆的声音还是传了出来：“白岩轩，你别太贪心了，我给你的钱已经够多了，这些钱足够你好好生活了，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我孩子没有了，以后都不能生了，养老钱你不得给我准备准备？李女士，你跟魏家的那点破事儿还是个秘密吗？明眼人谁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？魏子卓怎么死的，你比我清楚吧？你想把脏水泼到那傻女人身上，我不管。可你挣了那么多，分我点不算难吧？白岩轩，我给不了你，我现在手里没钱。那行，不给我钱，我就把你让我干的事直播说一说。我不过是被骂一段时间，而你可是故意杀人。白岩轩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随着两人的争吵，白岩轩被推到栏杆边，被婆婆狠狠地推了下去。这视频我看了很多次，可还是会被她最后的眼神吓到。这两起车祸也是你策划的吧？你血口喷人，你嫁到魏家是为了钱，而老爷子知道你是个什么人，所以早早立了遗嘱。你陪了他10多年，到最后什么都没得到，你不甘心自己白忙活一场，策划了魏子卓的车祸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因为我的存在，你没有理由继承财产，所以借着白岩轩把我推到风口浪尖。你想让我死，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继承遗产。可没想到被白岩轩摆了一道，更没想到你杀白岩轩时被人录了下来。我说的对吧？婆婆一言不发，看着我的眼神犹如小刀子般，恨不得凌迟了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叫你一声妈。当初对我的好都是装的吗？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以后好自为之吧。警察把婆婆从我身边带走，我跟着去了警局录笔录。婆婆被判了无期徒刑，而我也换了另个城市生活。我把魏子卓和白岩轩的骨灰埋在了一起，他们两个真心相爱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至于我，有钱就够了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下午4点，陈家俊给我发来消息，晚上要加班，回去的凌晨之后，你们先睡，不用等我。我拿着手机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决定提醒他，今晚是跨年夜，已经答应了儿子去民宿泡温泉。1个月前陈家俊提议的，儿子已经期待了整整1个月。消息发出去，陈家俊很久才回，抱歉，真的是很重要的事，帮我跟周周说声对不起，明天一定带他去。明天，明日复明日的明，最近陈家俊总喜欢用这个词。我婉转跟儿子解释，他的父亲因为要赚钱养家，不得不失约。6岁的周周已经很懂事，妈妈，那我们不去泡温泉了，我们去看灯光秀吧，那个不花钱，我们省一点，爸爸就不用那么辛苦。今年跨年夜，中心广场有一场公益的跨年灯光秀，这是我跟陈家俊在饭桌上聊过，也想带周周去看，但陈家俊不喜欢，说灯光秀没什么看头，纯粹是浪费时间，
今晚陈家俊不在，应周周要求，我带他去了中心广场。广场是装扮过的，过节的气氛浓郁，喜气洋洋的，瞧着也欢喜。只有我不欢喜。旁边一对男女在亲吻，准确地说，是女的踮起脚尖亲了男人一下，男人表情很纵容。女的没站稳时，还非常自然地伸出胳膊，把他揽入怀里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怨念太深，男人似有察觉，转头朝这边看过来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在陈家俊脸上看到心虚慌乱，已经不觉得新鲜。怀里的周周也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顺着我的目光看去。我不想让周周跟我一样，在新年的第一天就不开心，所以立刻腾出一只手，捂住了他的眼睛。妈妈，周周对突然的黑暗很恐惧，想把我的手拉下来。流光溢彩中，远处高楼上的 LED 显示屏开始倒数，所有人高举着气球跟着喊：59、58、57。人声鼎沸，几乎刺破耳膜。我捂着周周的眼睛跟他说，数到1的时候要许愿，许愿的时候要闭眼，这样愿望才会准。周周小手附在我的手背上，跟着大家一起倒数：5、4、3、2、1。周周说，我希望妈妈天天开心。五颜六色的灯光在夜幕中炸开，华美璀璨，绚丽夺目。我也许了愿，我希望这次能顺利离婚，同时拿到周周的抚养权。我和陈家俊是大学同学，原本我跟他室友宋毅是一对，后来宋毅劈腿，陈家俊追了我2年。我们毕业后在一起，慢慢的磨合后，顺理成章的结婚，婚后一起奋斗，买房、买车、生孩子。10年，跨年的这天，正好是10年。他敷衍了周周，也忘了我们的纪念日。不对，他忘的不是纪念日，他是忘了爱我。第一次有这种痛悟，是半年前，陈家俊的父母在他大2的时候出车祸走了。我是独生女，所以我和陈家俊忙的时候，都是我父母帮忙带孩子。半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去接周周，到了之后，他陪父亲下象棋，母亲把我喊进厨房帮忙。你和家俊最近吵架了吗？那天我们确实有点矛盾，但我自认掩藏得很好，所以很奇怪他怎么看出来的。母亲忧心忡忡，你从小就怕黑，今天楼下的路灯坏了，我算着时间下去接你们，就见你用手机照着路，他自己在前面玩手机。你俩隔了2米，以前家俊从来不会把你丢下。不止这个事，你上个月生理期，他竟然就在旁边看着你碰冷水，以前他连厨房都不让你进的。还有啊，上次你都开始咳嗽了，他竟然没看出来你生病了。母亲说，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见过陈家俊爱我的样子，所以当陈家俊不再关心我时，他一眼就能瞧出来。母亲的话让我辗转反侧一整夜没睡。当初答应跟陈家俊在一起，我确实是因为他的细心，知道我怕黑，他从来不让我一个人走夜路，下班晚了一定去接我，知道我晚上睡觉要开灯，跑遍整个南州给我买光线柔和的小夜灯。生理期监督我不让我碰冷水，换季时提前准备好药和保暖的东西。每次我生病，他都如临大敌，打个喷嚏他都紧张的不行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不知道，因为自从有了周周后，我的精力被分散。后来母亲过来帮带孩子，我重回职场，事业几经波折，终于泛起水花，从部长到公司副总。孩子、事业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，我实在分不出心思去注意他爱我的细节了。不是刻意忽略，而是有了孩子后，我必须先把自己照顾好。陈家俊的事业也在上升期，也很忙，很多时候顾不上我，
所以怕黑我可以自己照明，换季我会自己多穿衣，生病我自己去医院，我自己活成了女强人。那个晚上，我仔细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，还是想不起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，但我仍然想帮他辩解。他是太忙了，加上我们已经过了浪漫的年纪，他没那么注重细节很正常。可后来我发现，他依旧是个很细心的人，只是他的细心不再属于我，他把他的细心给了一个叫陶心的女生。我第一次知道陶心这个名字是在3个月前。那天陈家俊回来得很晚，具体几点不知道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，迷迷糊糊中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摸索着就接了。陈总，你到家了吗？给你发消息你也没回，我太担心了。很年轻的声音，带着嗲嗲的撒娇，声音不大，却是一下赶跑了我的瞌睡虫。举着手机看了眼，陶心2个字映入眼帘。我从床上坐起来，朝浴室看一眼，淅淅沥沥的水声传来，陈家俊还在洗澡。陈总，手机里再度传来的声音唤回了我的思绪。陈家俊在洗澡，要让他接电话吗？陶心立刻挂了电话。这通来电让我的第6感疯狂窜动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翻开了陈家俊的微信，他的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。他说我可以随时翻看他手机，他对我没有秘密，虽然我从来没翻过。点进去，满屏都是陶心担心的表情包。往上翻2页，终于看到一句话：陶心，陈总，你应该到家了吧？怎么不回消息？我很担心。再往上翻，陶心，陈总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不舒服？我担心影响项目进度，都不敢请假。我以为伪装得很好呢，就你自己看出来了。你好厉害呀！感动 JPG。 陈家俊，你的脸色不太好，手也一直按肚子。我记得你是生理期吧？今晚的酒你别喝，我帮你喝，一会送你回去，不要碰冷水，注意保暖。回去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，多晚都可以。我怀疑自己有受虐倾向，明明这时候心脏已经开始痛了，可手指不受控的。继续往上翻，陈家俊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我差点把屏幕戳烂。陶心，我今天跟朋友喝酒了，有点醉，想说一句心里话。陈总，你是我的理想型呢，我没有其他意思哦，我就是想说，万一你以后离婚了，我还单身，你能考虑我吗？陈家俊，能。陈家俊看到我翻他手机，不是很高兴，过来直接把手机抢过去，瞧见屏幕上的聊天记录，怒气消散，脸色开始不自然。我问他陶心是谁，他说是同事，年初刚进公司，他父母不在这边，在南州没亲人，我就多照顾一下。我指着那些聊天记录，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是玩笑话。陶心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，喜欢开玩笑。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，工作上进，有责任心，跟你以前很像，很像当年的你。这话让我很恶心。陈家俊过来牵我的手，你别多想，我跟他真没事，我保证不会跟他发生什么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以后不回他消息了。后来陈家俊回没回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换了密码。我第一次见到陶心是在1个月前，那晚陈家俊公司聚餐，他同事用他的手机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喝多了，让我去接。电话里的声音很熟悉，我听出来了，是陶心。我倒是很想会会陈家俊口中很像我的陶心，所以我去了。只是落荒而逃的是我。餐厅走廊的拐角处，陈家俊搂着陶心，近乎热烈地吻着她。我在陈家俊的微信里见过陶心的照片，很漂亮，很年轻。此刻正小鸟依人地靠在陈家俊身上，双手环着他的腰，热切地回应着。
我应该冲上去打死陈家俊，再扯陶心的头发扇一巴掌。可似曾相识的一幕，把我整个人定在原地。我想到了宋毅，我跟宋毅从高中就在一起，有共同的梦想，共同的人生规划，约定去一个大学，计划大学毕业就结婚。我至今没想通，宋毅为什么会劈腿？明明那时候是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，明明放假前他还抱着我幻想未来，结果暑假返校那天我去找他，他竟然在亲别的女生，虽然只亲了额头，但他承认他移情别恋了。陈家俊与宋毅来回变换的脸让我头昏脑胀，耳朵里完全听不到声音。后退的时候踢到垃圾桶，惊扰了接吻的两人。陈家俊抬头看过来，目光一震，下意识要推开陶心过来找我。陶心像是接吻久了，身子酥软，啊了一声倒在他怀里。他又伸手去搂陶心，陶心扑进陈家俊怀里时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如果我没瞎，他眼睛里有挑衅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倒霉，这辈子就谈过2次恋爱，怎么2次都碰到这种事？冲进雨里的时候，我没忘记打伞，因为我现在是个妈妈，我不能淋雨，不能感冒，不然会传染给周周。回家已经是凌晨，陈家俊浑身湿漉漉地坐在客厅里，见到我就扑过来抱我。我喝醉了，柔柔，我是喝醉了，把陶心当成你了，我跟他没有什么，你要相信我。满身的酒味，确实是喝了不少，但他这话挺可笑。没什么，先是微信聊骚，现在是酒后接吻，下次是什么？意外上床，把他当成我。陈家俊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激烈的争吵后，我提了离婚，他难以置信，就这点破事你就要离婚？我也难以置信，这点破事，当年宋毅劈腿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这种男人永远不能原谅，你说有一就有二，现在你跟他一样，但是你比他更恶劣。你还记得你有老婆有儿子吗？他是劈腿，你是出轨，你更恶心。提到宋毅，陈家俊整个人像暴躁的狮子，我就知道你还爱着他。甘柔，你爱的一直是宋毅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跟我在一起只是要报复宋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难以沟通，如果当初我要报复宋毅，我不会时隔2年才答应陈家俊。当然，我承认我没忘记过宋毅，毕竟那是一段刻骨铭心又痛到灵魂的初恋。但我自认跟陈家俊在一起后，对他一心一意，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地方。家里的东西砸了一半，伤人的话说到口干舌燥，道理也讲了一堆。陈家俊始终不肯离婚。从中心广场回来，周周已经睡着了，我把他抱回房间，然后去了客厅。陈家俊是在半小时后回来的，黑色的大衣，干净的短发，英俊如昔的脸。陈家俊还是当年的陈家俊，唯一变了的就是那双眼睛。不知道是婚姻给他带来的沧桑，还是事业给他的洗礼，他的目光已经没了当年的深邃，如今是仿若海底礁石的沉黑。至少我已经看不透了。跟我离婚吧，离了婚，你就可以娶陶心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于中心广场的一幕，陈家俊的解释是，陶心最近遇到点事，房东总骚扰他，还差点把他堵屋里欺负了，所以他必须尽快找到房子搬家。一个人跑到城郊看房子，回来没公交车了，又打不到出租车，就给陈家俊打电话了。至于灯光秀，是2人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，陶心想看，陈家俊觉得小姑娘遇到这么多事怪可怜的，也想让她放松一下，所以就答应了。至于那个吻，是当时人多，陶心没站稳，所以才亲到了。我啧了一声，没站稳就亲到了。你1.8米，
他1.6米，他穿10厘米的高跟鞋才跟我一样高。要不你站起来，我试试没站稳能不能亲到你脸上去。陈家俊面红耳赤，随便你怎么说吧，反正我不同意离婚。我不太能理解他。陈家俊，你是喜欢陶心的吧？陈家俊点了一支烟，抽得很猛，好半晌才道，就是觉得他像以前的你，有点心动。但是除了那个吻，我没碰过他，所以干柔，你不要抓着这个事不放。我没出轨，我被他气乐了。没出轨，精神出轨不算出轨，非得上床了才算出轨。我只听过颜色有深绿浅绿，没听过绿帽子还分深浅的。只要是绿的，那都是绿帽子。陈家俊接连被堵，开始不耐烦。我都说了，我跟他没什么，我也解释了，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？精神出轨算出轨，那你敢保证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没想着宋轶？这要算出轨，也是你先出轨。宋轶又是宋轶，我跟陈家俊在一起后有过约定，谁也不准提宋轶。宋轶是我们之间的禁词，是陈家俊提的约定，也是他先违约的。在半年前，母亲把我喊进厨房的那天，我们确实吵架了。起因是那天下午我接到高中班长的电话，班长说他在组织高中同学聚会，问我有没有时间。我高中的时候人缘挺好，跟大家都玩得开，听说大部分都去，就没拒绝。陈家俊回来后，我把这事告诉他，没想到他第一反应就是问宋轶去不去。乍一听到宋轶这2个字，我还有点懵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高中那帮人都知道我和宋轶分手了，没人在我面前提他，班长也没说。不过我觉得肯定不会去，因为宋轶大学毕业后就去偏远地区支教了，跟很多人都断了联系。我见过他一次，忘了哪一年，在电视上有媒体报道，宋轶被评为当地公民楷模10大新闻人物。我告诉陈家俊，宋轶应该不会去，没想到这话还把他惹怒了。他质问我怎么知道宋轶不去，质问我是不是私下跟宋轶联系了。我觉得他无理取闹，然后就吵起来了。从那次之后，陈家俊就经常阴阳怪气地提起宋轶，我被他烦得不行，就跟班长说同学聚会不去了。陈家俊这才消停。我不知道陈家俊到底在介意什么。我跟了他10年，给他生了儿子，我和宋轶已经是陌路，就算宋轶现在回来了，我们也只是曾经的恋人关系。所以陈家俊到底在怕什么？莫名其妙。跨年夜的争吵在陈家俊的手机响起后结束，是陶心来的电话。陈家俊瞧着来电显示，下意识抬头看我，要挂断时，我抢过来接了，按了免提。陈家俊，你能不能过来接我？哟，之前还是陈总，现在已经直接喊名字了。陶心说他回到租的房子，遇到房东了，房东又对他动手动脚，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一直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鞋也跑掉了，外套也没穿，又冷又害怕，已经给陈家俊发了定位，希望陈家俊赶紧去救他。陈家俊听完，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朝我伸手，手机快给我。我瞧着他的紧张，对他最后一点点的期望彻底崩盘，因为周周产生的犹豫也消失无踪。第一次提离婚的时候，我就把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，我没把手机给他，让他等2分钟，抓着他的手把手机解锁，然后去书房拿了离婚协议书给他，只要你签字，我就放你走，不然今晚你别想去。陈家俊满脸的不敢置信，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。甘柔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陶心她现在很危险，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？她想过来抢，
我快一步躲到沙发后面。我就是没有同情心，要么你签字，要么你就别管他。陈家俊握紧拳头，吼了一句：“你别无理取闹，行不行？”我偏刺激他。我刚才看了眼定位，那地方还真挺偏。你说大半夜的，万一有流氓酒鬼碰见了，可怎么办呢？这么多年，陈家俊第一次对我动手，为了一个桃心，那巴掌他用了10成的力气。我晚上没怎么吃饭，又折腾到大半夜，早就精疲力尽，躺在地上，头昏眼花，难受得像没了半条命。周周被客厅的动静吵醒，从屋里出来，正好看见陈家俊落在我脸上的巴掌，尖叫着跑过来，哭着打陈家俊：“坏爸爸，坏爸爸！”陈家俊冷静下来后也慌得不行，蹲下身抱住周周想道歉。周周疯狂地在他怀里挣扎：“我不要爸爸，爸爸坏，我看见了，爸爸抱了别的阿姨，还亲亲，爸爸不要妈妈了，我也不要爸爸了，我最讨厌爸爸。”这话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自己把周周的眼睛捂住了，没想到他其实已经看到了。这样也好，我就不用再苦恼怎么跟他说离婚的事。陈家俊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警察打来的，让去派出所接人。一通电话讲完，陈家俊目光复杂地看着我：“你什么时候报警的？什么时候？”“哦，刚才去书房拿离婚协议的时候，倒不是想帮桃心，我只是觉得陈家俊这货太蠢。这边过去至少40分钟，如果真有事，等他过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人家警察5分钟就能出警。不过这也印证了一件事：关心则乱。现在是陈家俊对桃心兴趣最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是最有可能签下离婚协议的，还得逼他一下。我攥紧他的手机：“要么你签字走人，要么你打死我。”陈家俊看看用小小身躯把我挡住的周周，再瞧一眼我，还在犹豫。他的手机又响了，来电显示是桃心。桃心哭哭啼啼说害怕，让陈家俊赶紧去接他。陈家俊最终签了字，手里攥着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，怀里抱着哭到抽搐的周周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。明明当初是他用最热烈的爱情温暖了我，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？是我越来越自强，不再依靠他，所以他要找个把他当英雄的小女人也罢，已经是这样的结局。毁灭吧，都毁灭，一个宋轶，一个陈家俊。可能我命里招渣男，可能我就这命。狗屁的爱情，狗屁的男人，老娘都不要了，戒了。离婚协议书上，我只要了周周，但陈家俊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要把房子给我。他给我就要，毕竟这房子我也是出了钱的，装修的钱还是我父母给的。刚开始我是怕他抢周周，我有时间耗，但官司打太久，伤害的是周周，所以我没敢要。既然他自愿给，管他是什么原因，不要是傻子。离婚后，我带着周周去了父母家，把我和陈家俊的那房子卖了，生活又归于平静。没了妻子这层身份，我轻松不少。我爸妈原来都是国企职工，现在都退休在家，大把的时间照顾周周。有他们在，我也能全心投入工作。时光匆匆，我和陈家俊离婚整整1年的时候，高中班长又给我打电话，说上次聚会没聚成，因为他那边临时出了点意外，取消了。这次重新聚，问我这次有没有时间。我在算行程的时候，班长来一句：“甘柔，这次你必须来，我有事请你帮忙，10万火急的事，你不来会出人命的。”这话挺吓人。我问他什么事，我意思能办我提前给他办了，不用等到聚会的时候。但班长还挺执着，这是只有聚会当天能办，你必须来呀。
再次见到宋义，有种恍若隔世的错觉。我没想到他会来，多少年没见了，没数过，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重，线条分明如雕塑的脸，目光沉黑，眉峰挺拔，多了稳重的韵味。只是鬓间那几根白发太刺眼，满桌的同龄人，他像年长了大家几岁。黑色的外套搭在椅子上，穿普通的白衬衫，脊背挺直，儒雅，有老师的清正风骨。推开门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僵在原地。他似有所感，抬头看过来，脸上也有一瞬的错愕，显然也没想到我会来。我下意识就想跑。早已散场的电影，演员已经谢幕，灯光也已暗淡，悲剧收场，实在没有再回首的必要。脚刚往后退一步，比当年圆润不少的班长快一步跑过来拉住我，半拽半推的把我按在宋义旁边的空位上。跑什么呀？你俩分手都多少年了，还尴尬呀？甘柔，你要是跑，那你就是承认你心里还有宋义。如果我现在能动，我一定撕烂班长的嘴。可是我现在动不了，从坐到椅子上开始，我的身体就不受控地紧绷着，四肢百骸有一股无所适从的脱力感，完全不能动弹。就挺气的，当年被劈腿的人是我，我才是受害者。我慌什么呀？尴尬的应该是宋义。我端起酒杯，你这几天不能碰凉的，别喝酒。他说的是生理期，他还记得我的生理期，我实在难以形容心里的感觉。嘴巴比脑子快。我给陈家俊生完儿子后，生理期推迟了，现在能喝酒。宋义是一张惨白的脸，我当没看见，拿着酒杯就要往嘴里灌，一只修长的手伸过来，还是把酒抢了去，同时递过来一杯温水，还是别喝了，你胃也不好。淡淡的声音隐约夹杂着一丝委屈。如果不是我这些年在职场练就的忍字，我现在应该直接掀桌子了。明明是他负了我，他还委屈上了。而且现在算什么？我虽然结婚又离了，但是我有儿子，他应该也早就结婚了。现在说这些让人误会的话，又想干什么？学陈家俊那出轨狗，瞒着老婆找刺激。这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拿着包就往外跑，一口气跑到电梯。电梯正好下去，只能等一会。等电梯的时候，班长追过来了。甘柔，宋义有话跟你说，你等他一会。我更生气了。宋义如果真有话说，怎么不自己追过来，让班长过来？什么意思？班长能跑过他？他比陈家俊还高5厘米，185的大高个，那双大长腿当年在学校可是杀疯了的。只要有宋义参加的运动会，长跑短跑冠军全是他的。他自己不来追，让班长这个1.7米的圆润小短腿来追。电梯门开了，我抬腿就要走进去，班长急了，汗擦了一半就跑过来抓我的胳膊。你再等一会。我觉得班长怪怪的，却也不想多跟他纠缠，只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圆润的胖子力气还挺大，我挣扎了好一会都没甩开他，正准备用高跟鞋踩，宋义过来了。班长看见宋义来了就松手了，松开时往我手里塞了一包餐巾纸，还唉声叹气地拍拍我的肩膀。有病吧？我又不去厕所，给我纸干什么？怒火压在胸腔，我正要发火，班长在我震惊的目光中，突然弯身把宋义右腿的裤子往上扯。所以说，班长给我纸，不是让我去厕所的，是让我擦眼泪的。他把宋义的裤子掀到大腿，确定我看到后，拔腿就跑。宋义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做。等回过神后，班长那小短腿跑得还挺快，已经拐弯没踪影了。宋义极快地把裤子往下扯，抬头看看我，
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我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刚才那是假肢，宋毅的腿呢？我也不知道此刻应该在脸上摆出什么表情，就是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从小诅咒的人不少，小学的时候，同桌把我最喜欢的裙子撕破，我诅咒他拉2天肚子，他一点事没有。初中的时候，堂哥把我暑假作业弄丢了，我诅咒他以后找不到老婆，他现在2个儿子都上初中了。高中的时候，有人欺负宋毅，我诅咒那人上课拉裤子，人家也没拉呀。大学的时候，宋毅劈腿，我诅咒他哪天真把腿劈没了。宋毅的腿真劈没了，怎么就这个灵验了？怎么偏偏这个灵验了？难道是因为我诅咒了好多年？对不起，我乌鸦嘴，眼前的一幕给我的震撼太大，我暂时忘了他移情别恋的事，坐在地上哭得挺愧疚，用光了班长给的纸。宋毅被我吓了一跳，离近了听清了我的话，又哭笑不得。跟你没关系，餐厅对面有条小河，河边有2排长椅，我脑子里一直蹦出宋毅的假肢，等回神的时候，已经跟他在长椅上坐下了。他先解释了今天的事，我不知道你会来，班长说你今天不在南州，来不了。刚才是班长出门后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有话跟我说，在电梯旁等我，所以我才去了。然后再说他的腿，3年前为了救人被卷入了车轮下，右腿粉碎性骨折，为了保命只能截肢。宋毅从来都是温柔善良的人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成绩优异，长得好，性格也好，像谦谦君子，身上全是闪光点。他爸是警察，在他初中的时候就为了救人牺牲了。宋毅跟他爸一样，危险的事都是冲在前头，所以我不懂，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偏偏伤害我？以前我觉得是他的问题，可后来陈家俊也出轨了，难道真的是我太差？这口怨气快憋死我，所以我直接问宋毅：“你当年为什么劈腿2个字哽在喉咙里？”我换了种问法：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心的？”宋毅盯着自己的右腿，半晌，轻扯了嘴角：“不知道，就是突然发现不喜欢你了。”那天我跟宋毅没聊太久，聊完变心，我就借口有事离开了。我没问他有没有跟后来喜欢的那个人结婚，也没问他为什么去偏远地区支教。当年分手后，我就删了他的联系方式，那天也没留，没有再联系的必要了。有些人注定只是过客，不管这份爱有多深，一旦以悲剧收场，就会慢慢的从彼此生命里剥离，直到伤口愈合。宋毅是，陈家俊也是。我这辈子对爱情、对婚姻的热衷度已经被这2个男人消耗尽。聚会之后，我又回归到平静的生活。工作之余，我会带着周周和父母去旅游，日子很滋润。偶尔聊起过去，父亲喝点小酒，话也多了。有件事压在我心里很久了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。那天本来该我去学校接周周，家俊给我打电话说他下班早，他去接，谁知道他临下班有事，去晚了。我在家等得着急，后来也去了。哎呀，你是没看见，当时一辆大巴车失控，突然就朝着周周撞过去，幸亏有个好心人冲过去把周周推开了，但是那小伙子被卷车轮底下了。我当时都吓懵了，是家俊跟着救护车去的，听说那小伙右腿都截肢了。我是觉得咱们全家都该去谢谢人家，家俊拦着不让我说，说怕你担心，那时候你在国外出差，我想着也是不能让你分心。家俊说他把事情都处理好了，后面的话我没听进去，因为我脑子里全是宋毅的那条右腿，怎么会那么巧？右腿截肢，
时间也对得上，所以宋义救的是周周。我脑子里闪过一些画面，按着父亲说的时间，周周出事的时候，我确实在跑国外的一个项目，2个月才回来。回来后，陈家俊确实奇怪了一阵，总试探我看到什么新闻没。那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，饭都顾不上吃，哪有时间看新闻？我没有宋义的手机号，所以给班长打了电话。离聚会已经过去半年，班长很意外我是找宋义，磨磨唧唧跟我打太极，说宋义上次恼他把假肢的秘密暴露，一气之下把他删了，也不跟他联系了。他问我找宋义什么事，我也没瞒他，说了周周的事。班长这次沉默了很久，这通电话也持续了很久。挂了电话，我蹲在地上也哭了很久。班长说：“甘柔，当年宋义没有劈腿，他也没爱上别人，那是一场戏，专门演给你看的。陈家俊父母出车祸这事你知道吧？宋义他妈因为他爸的离世精神出了点问题，那天从医院跑出去了，跑到大马路上，陈家俊的父亲为了躲开他，拐了方向盘，那场车祸还上了新闻，4车连撞，陈家俊的父母当场死亡，宋义的妈也没了。因为这件事，宋义差点被陈家俊打死，陈家俊也用这件事逼他跟你分手。他那条腿确实是因为救你儿子断的，他那时候有事回南州，正好撞上了。刚开始他不知道那是你和陈家俊的儿子，后来在医院看见陈家俊才知道了。陈家俊要瞒着你，又用当年的事要求他闭嘴。甘柔，陈家俊成为孤儿的那天，宋义也成了孤儿。那场悲剧不是他的错，他是无辜的，但是所有的债他都自己背了。他去支教就是要赎罪，哪里偏远他就去哪里。这些年他过得实在不好，他一直没结婚。所谓的同学聚会，其实是我私心想帮他一把，让你俩见面解释清楚误会。他背负的太多了，但那次他听到我跟你打电话了，他不肯去，所以我取消了。后来我听说你离婚了，所以我又动了心思。他现在孤身一人，连个亲人都没有，我就赌你心里还有他。我说他把我删了，是真把我删了。他怪我让你看到了他最不堪的一面，他生我气了。不过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我把地址发你，如果你想找他，就去吧。陈家俊在公司楼下堵住我的时候，我正准备去找宋义。许久不见，他变了很多，稀疏凌乱的胡须，浑浊的目光，带着褶皱的西服，萎靡不振，从头到脚都散着丧，颓废的不行。甘柔，我们复婚吧。他过来想抱我，我怕沾了晦气，赶紧像避瘟神一样躲开，咧着嘴嘲讽：怎么，陶心不要你了？提起陶心，陈家俊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其实我知道他和陶心的事，毕竟我们夫妻多年，有很多共同的朋友。离婚后，陈家俊没少在外面毁我名誉，把我塑造成渣女。大多人都觉得是我抛弃了陈家俊，但也有眼睛没瞎的，偶尔还会找我出去喝咖啡。朋友说陈家俊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抛妻弃子，好运也到头了。我们离婚后，陈家俊在事业上就遇危机，公司空降一个副总，把他觊觎很久的位置抢了。他当初对副总这个位子胜券在握，你以为他为什么把房子给你？因为他觉得自己要升职了，以后不差钱买房，给了你，还能落个好名声。你是没听见他在他那帮兄弟面前怎么吹的？他说他净身出户，真不要脸，存款和车不都进了他口袋吗？牛逼吹早了，没升职就算了，那新来的副总看他也不顺眼，工作上没少给他穿小鞋，公司里的各路人马也是迎合领导疏远他。
陶鑫本来就攀得他的事，见他越混越不行了，转头就去勾搭那副总去了。陈家俊这人向来表面功夫做得足，我们离婚后，他没有着急公开跟陶鑫的关系，也没急着跟他领证。毕竟，如果刚离婚就娶，八九不离十是婚内就有备胎了。没领证，陶鑫另攀高枝，他也阻止不了。不过陶鑫攀错了高枝。副总的老婆不是吃素的，家里有关系有背景，发现猫腻后去公司闹了一场，把陶鑫打得半死。那副总本来就是靠老婆家里的关系上位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陶鑫被公司辞退，副总老婆有人脉，提前打了招呼。南州这边的公司没人敢要他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反正没人在南州见过他了。陶鑫离开后，陈家俊就来找我了。我长得像回收垃圾的吗？复婚，我去外面养个小鲜肉，睡够了玩一圈回来，他愿意跟我复婚吗？脑子秀逗了吧？我急着去找宋义，不太想搭理他，偏偏陈家俊追得紧。甘柔，你就当为了周周，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不犯浑了。我被他的死缠烂打气到，脱了高跟鞋就往他身上砸。原谅？怎么原谅？当年那场车祸是意外，谁都不想发生。宋义没做错什么，我更无辜。你凭什么因为你的悲剧毁了我的幸福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和宋义不会分开这么多年。我总算明白，为什么陈家俊每次提到宋义都会发怒了。偷来的感情，他心虚，因为心虚，所以疑心重，不自信。所以当有个仰慕他、吹捧他的陶鑫出现时，他走心走肾就可以理解了。陈家俊没想到我会知道当年的事，愣神的功夫，我把高跟鞋底直接拍他脸上。你们家出事是你的事，我跟你很熟吗？你凭什么祭奠我的爱情？现在你混成这副狗样，你知道后悔了，你活该呀！你没听过亏妻百财不入，亏笑百事不顺，你抛妻弃子，你不倒霉谁倒霉？你利用你父母的死惩罚宋义祸害我，活该你走下坡路。陈家俊护着脸连连后退，愤怒地朝我吼：你是见过宋义了，都是宋义告诉你的，他妈害死我爸妈是事实，父债子偿，我不找他找谁？我是逼他跟你分手，怎么了？我喜欢你有错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见面的？甘柔，当初你非要跟我离婚，是不是那时候就跟宋义重新搞上了？你们真恶心！嘿，这狗男人还敢倒打一耙！我把另一只脚的高跟鞋也脱了，两双同时往他脑袋上砸。恶心？有你恶心吗？就算当年宋义欠你，后来他救了你儿子一命，右腿都截肢了，这还不够？你喜欢我？行啊，你凭本事得到算你厉害，那你倒是一直喜欢啊。如果你不出轨，我们就不会离婚。如果不离婚，班长就不会想撮合我和宋义，我就不会知道真相，我们还可以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陈家俊，机会有没有给你？是你自己没把握住，是你自己作死作默的。你怨谁呀？这就是你用你父母的死做交易的报应。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陈家俊，偶尔听朋友提起，说他那天被我骂走后，去他父母的墓地坐了很久，后来辞掉了之前的工作，离开了南州，去了北方的城市发展。我也没心思再管他，班长给的地址在南州郊区。他说宋义的右腿截肢后就没办法站在讲台了，出事后回南州治疗，近2年的时间才慢慢恢复好。他在南州郊区租了一块地，养鸡种菜，一个人过着很简单的生活。提到这事，班长还哭了。人人都拼了命地往城市扎堆，宋义他妈的好不容易拼到大学，去那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奉献了近10年，回来又种地去了。你说他这一辈子活了个啥？
活了个啥？我开了2个小时的车去找宋义，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也一直没想明白。所以见到宋义的时候，我就把班长的问题问了一遍。当时宋义正在喂鸡，完全没想到我能找过来，僵硬地站在那里，不可置信地瞪着我，手里的鸡饲料都撒了一地。你怎么来了？他很慌，慌着整理衣服，慌着把右边卷起来的裤子往下拉，生怕露出一点点假肢。我瞧着他笨拙又急切的动作，眼眶有些发热。宋义，你说你这一辈子活了个啥？他把头低下去，慢慢笑着。我活得挺好，挺知足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，反正就挺气，挺好。我过得不好，陈家俊让你跟我分手，你就跟我分手。我是什么？你对陈家俊愧疚的补偿款。你为了你心里好过，把我当礼物送给他。我故意把话说得很重。宋义果然瞬间抬头，急匆匆地解释：没有，我跟你分手不全是因为他。我当时一团糟，我爸走了，我妈也走了，还欠了那么多债，家里的房子都卖了还债了，我没有家了，也没有未来了，我不能连累你。我朝他走近一步。那后来呢？班长说他告诉你我离婚了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你没结婚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是嫌弃我嫁过人，嫌弃我生过孩子？宋义后退一步，手指无措地落在右腿。不是，没有嫌弃你，是怕你嫌弃我，也怕连累你。我现在没能力照顾你。我停住脚步，问他：那你现在还喜欢我吗？宋义下意识回答：喜欢。说完又反应过来，脸憋得通红，朝我使劲摇头：不喜欢。旁边种了几棵玉兰，是我以前最喜欢的。宋义当年的人生规划中有一条，以后买个带院子的房子，给我种上满院的玉兰。这个季节，玉兰开到极致，香气浓郁。我上前抱住宋义：你现在单身，我也单身。宋义，我想追你，能不能给个机会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对宋义的爱其实没那么浓烈了。毕竟这些年在我角度，他是背叛了我的。我一直在试着放下，一直试着喜欢陈家俊。我已经不是只追求爱情的年轻小姑娘了。知道真相后，心疼多过爱情。我心疼这个男人，同时也遗憾我们错过的这10几年。我想把这个遗憾填补，我想给宋义一个家。宋义不肯跟我回家，我就天天往这跑，陪他喂鸡喂鸭，陪他种菜吃瓜，这样死缠烂打了1年半。虽然没上床，但接吻也算重新定情了。他还扭捏的跟小姑娘似的，不敢跟我回家。我直接把人塞副驾驶了。我事先给父母说了宋义，听说他是当初救周周的英雄，二老直接把他当亲儿子宠着，比我这个亲闺女都上心，好吃好喝伺候着。有空就去他郊区的地里帮忙施肥种菜。时间久了，二老对田园生活乐不思蜀。我在郊区给他们买了套房，二老兴趣来了，帮着宋义搞起了有机蔬菜种植。至于周周，他那时候年纪小，又受了惊吓，不太记得宋义救他的事。一开始有些排斥，但宋义在山区跟小朋友相处了近10年，经验丰富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哄的，周周后来最黏的就是他。周周上初中的时候，我跟宋义领了结婚证，婚礼只请了亲朋好友，班长来当证婚人。晚上喝酒的时候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给他一把餐巾纸，说是还他当初赠纸之恩。班长抹完了泪，还挺得意。我刚才学宋义呢，你跟陈家俊结婚的那天他来了，看一眼就走了。晚上拉我去喝酒，把我外套都哭湿了。所以每次你俩见面，我兜里都必备餐巾纸。满桌的人被这话逗笑。宋义红了脸，我瞧着他这尴尬劲、遗憾劲又上来了。
多可惜呀！白白错过了这么多年。所幸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